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很快的，我们就要迈入到了8月份，也就是壬申月。那大家在上个月份过得如何呢？那我自己本身在7月的时候去了巴厘岛一趟。那这个旅程给了我很多全新的体验，还有一些新的见解。尤其是在能量方面，还有风水方面。那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我们将专注在8月份的能量会如何影响我们。我们就进入今天视频的主题，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壬申月的事情了。首先，第一个，大家来看这个壬申。壬是一个属阳的水，那申呢，它里面的主气，也就是主要的那个元素是庚金，庚呢是属阳的金，所以这2个元素，一个是金，一个是水，它们的关系我们会称它为相生，因为金生水。所以我们在8月份其实是水的能量会非常的强。那虽然说我们还没有迈入到冬季，冬季是水的能量比较强的时候，那这个月份呢，已经是水的能量算是比较强的时候了。那这个壬申的一个形象，大家就可以想象是在一个汪洋大海，然后在这个海洋下面有一艘潜水艇在潜行着。因为这个庚金就是一个很大块的金属，然后壬呢就好像一个海洋，所以呢这代表着什么？就好像你在驾驶着这个潜水艇，你在前方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未知？虽然说你有一些雷达，你有一些方法可以感应到，可以探索到附近到底有什么。所以呢，我们会说这个月份它会像是一个探索型的月份。我们在上个月份是一个比较挖掘型的，就是说你原本已经有的东西，你只是重新去发现它。但是这个月份呢，它是不一样，它是一个探索。那这个探索是一种未知，你要去往一些你之前完全没有涉足过的，你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去探索。那所以如果你要扩张自己的一个视野，你要扩张自己的一个舒适圈，那这个月份是一个非常好的月份去做了。所以呢，你会想象你就是那个潜水艇。那虽然你面对这个海洋非常多变，然后甚至带有一点的危险在里面的，但是呢，你是可以保持一种沉稳。我们看到潜水艇是不是非常的沉稳、坚固？然后它只是慢慢的往前走。虽然你要保持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去进行这个探索，不要太过害怕，不要呢被非常多变的这个海洋吓到你。OK， 所以你呢就要好好的站稳自己的脚步去进行探索了。那很有可能你一直在找寻的答案就是在那边那第二个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这个月份呢比较多一些不太好的凶星那它包括了我们的官符、年符、飞符、子辈、五鬼这些。那这一些的凶星它们都有一个主题。那它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太过高调的话，别人呢会很容易把你当成目标，把你当成敌对的那一方。就好像一个潜水艇如果你现在突然间冒起来，你做的非常的高调，那别人是不是很容易打中你？但是如果你是在潜行的，你在海底低调的形式，低调的去做事情的话，你呢是比较安全，你可以走得比较远一点。那所以呢，这个月份的吉凶星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虽然说我们在吉星呢有3台
三台呢，它是可以帮助你连接一些比你高阶，或者呢让你的地位会有一点提升的能量。但是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凶星真的太多了，所以可能这个吉星的用法会比较难一点，大家需要提防这些凶星可能会带给你的一些烦恼啦。所以如果大家要记得这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句话，有时候低调反而可以让你走得更远。这个低调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做，什么原则都没有，或者呢你的底线、你的个人的界限都是可以被别人侵犯的。其实不是，你呢还是要维持自己的原则，你还是要维持自己的界限，但是呢，你维护的那个方式不是那么的高调，不是那么的直接，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个月份呢，就是可以以一个这样子的低调，但是呢又是有做事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我们的一些事情啦。那第三点的话，如果你的八字有巳跟寅的话，就是蛇跟老虎，你这个月份呢会比较受到它的能量所影响因为巳呢是跟这个申是相合，但是寅呢是跟申相冲，所以呢巳的话你会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水的能量，所以呢你个人如果你已经很多水了，很有可能你在这个月份会比较情绪化一点，因为巳本身是火，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水比较强，所以呢水跟火的一个相冲，很容易呢导致情绪上的波动。虽然说你愿意尝试新的东西，你愿意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那同时你也会情绪起伏会很大，所以呢你要多留意这方面那寅的话是相冲，那冲的话，因为你是跟猴子，寅跟申相冲，它是一个金跟木的冲，要多留意你肢体上的一些情况，代表是比较容易受伤。所以我会觉得你在这个月份如果你是运动你是有远行的话，你要多留意，不要进行一些太高风险，或者你驾车呢要更留意一点，要更小心一点OK， 好，那以上呢就是3个壬申月它所带给我们的能量，还有你需要注意的事情啦。那接下来呢，我将逐一为10个日主来分析他们在这个月份可以做的一些事情，还有的机会是什么。那第一步的话，首先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日主是什么啦。我这里呢就不多说，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好，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甲木。甲木这个月份走的是偏硬，还有七煞。那大家可以想象的，这个甲木就好像是浮木，不是生长在土壤上的一棵树，你是已经被连根拔起，然后漂浮在这个汪洋上的一根木。所以呢，在这个月份你可能会感觉有一点漫无目的，或者呢，你很难去集中。所以你这个月份反而不太适合去做太多比较激进或者比较主动的一些事情，比较适合呢防守的月份。所以我会说你尽你的能力，用一些方法去让自己重新找到那个根基。因为甲木是非常看重这个稳定性的，它要扎根在某个地方。但是这个月份会让你觉得好像没有了根，然后你再一直漂浮这样子。所以呢，我会建议你可能做 meditation， 有一个叫 grounding meditation。那我中文我不懂要怎么翻译了，它基本上就是说，它协助你呢，把你这个人扎根，就是让你回到来当下的一个冥想。那我觉得这是甲木这个月份可以做的一个事情。那如果你有多一点这样的练习的话，那你就不会太受这个月份的
负面的影响啦。好，这是甲木。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来到乙木。乙木走的是正印还有正官的月份。那这个月呢，乙木也会像甲木一样，你们会感觉比较难以集中，比较容易分心。但是不用太担心，你会比甲木来得更好一些。因为你们呢可以用的方式是去找到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方式帮助你进行这个探索。因为甲木是一个好像危机管理，首要的任务是要让自己可以定下来，稳定下来。但是呢，乙木呢，它还是有这个方法，有这个办法去利用这个月份的能量，去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去进行新的尝试。但是乙木呢，需要留意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就我们不要呢过度的去探索，然后不顾一切的去进行这个事情。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呢你也会变成像甲木这样子啦。那所以呢，我会说乙木会比甲木来得好一些，你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利用到这个月份的能量，只要你们用对方式的话。OK， 好，那第三个呢，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这个月份走的是七煞还有偏财的月份。那丙火这月份是蛮有趣的，因为太阳呢在看到这个壬水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反光最强的时候，所以它代表的就是丙火在这个月份是时候去分享，去公开的跟大家讲你有的一些愿景，你有的对未来的一些想象，你的宏观的目标是什么啦？那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丙火的话，那你这个月份呢，可能就要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理想，这个宏愿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是已经有的，那就非常好啦。这个月份你可以去跟大家分享，然后去扩大你的这个梦想，去让大家感受到你的这个梦想的美好，还有它所带来的一些好处。但是呢，对丙火来说你需要留意的是，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宏愿都是会有一个代价的。那你要知道这个代价是你愿意付出什么，你愿意付出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七煞跟偏财如果在其他情况的话，我会把它解读成是类似于赌博的情况，就是说你要进行一些很高风险、高回酬的事情。但是呢，对丙火来说他们遇到七煞的时候其实是 OK 的，他们会不太那么容易受这个七煞所影响，所以呢，反而是一种伟大的梦想或者一个宏愿，你需要去让大家知道，然后召集更多人来的一个时刻啦。只是呢，你要理解它背后你将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你会愿意为它奋不顾身吗？就是你完全投入，还是你只是付出你可以付出的那一个能量？那这个就是丙火这个月份你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啦。好，这是丙火。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正官还有正财的月份。那丁火这个月份你需要做的就是认真工作 ，OK， 把你手头上应该要完成的东西都去完成它。你呢的一个做法就是先做后想 ，OK， 就是你通过是完成事情，先完成所有你还没有完成的东西，先看自己手头上现在最重要做的事项是什么，你先去做。当你完成它了过后，你很容易呢就会得到一些新的见解。就好像我们这个月份说的要探索嘛，我们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你完成它，你就会有好像空出来的一个心思，你就会有一些新的见解冒出来。所以啊，丁火这个月份就要这样子去用它了。所以呢，我会说啊，什么事情都不要想，我们就是埋头苦干就对了。不过当然啊，要记得多留意自己的身体还有能量状态啦。OK， 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生病，因为这个正官啊跟正财都是非常耗你体力的能量。所以啊，你要做的除了工作，除了埋头苦干，你也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健康啦。好，这是丁火。那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走的是偏财还有食神的月份，你要做的事情啊，是在一片的汪洋里，你要站在哪里？基本上就好像你要把这座山放在这片海洋的哪一个部分，哪一个位置？我们回到来真实世界的话，就是说你个人的定位到底在哪里？那当你掌握到你的定位在哪里的时候，所有的机会，所有的赚钱的机会就会来到你这里。因为啊，这个偏财讲的还是一个钱财嘛，那食神呢是一个比较战略型的一个能量，你要去思考，你要去解决问题。那这个解决问题啊，其实是你个人的一个定位，包括你个人的影像、个人的品牌、个人的价值观，就是你相信一些什么价值，甚至啊你个人的一个热忱是什么。那这个定位啊，其实不一定只适用在创业，你是打工族的话，也是适合用这个定位。因为啊，首先老板，你的公司必须要知道你在这个公司的定位、你的作用、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那他们才有一个理由啊继续聘请你，或者呢给你更多的一些项目，给你升职的机会。很多打工族啊，他们就觉得啊，这些都是跟创业有关系的，做生意有关系的，我就不需要理会。但其实啊，如果你用创业的思维放在打工的一个语境里面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将会啊比别人啊更胜一筹。所以啊，戊土啊这月份记得你要把你自己放在这片海洋的哪一个位置 ，OK？ 所以你要懂自己的定位、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啦 ，OK？ 好，那这是戊土。那第6个我们就来到己土。己土这个月份走的是正财还有伤官的月份。这个月份你们要记得的一句话就是：你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将会得到回报。OK， 就这样子，没有了。OK， 好，那己土呢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你的这些回报、你的这些努力都是有一个前提。前提呢是你要愿意去做 ，OK？ 因为己土啊，其实这个月份呢，对你来说会比较累一点，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呢，好像都堆积在那边，很多东西呢，好像都想去做，都想去完成。那你呢，就要可以是完成的那个人。那这句话感觉好像说了等于没有说，但是其实啊，我发现很多人呢，他知道这个月份有的是机会，有的是那个回报，但是呢，他们呢都没有办法去做。OK， 那己土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知道前方有回报，前方有那个好处。但是呢，他们就是很难提起劲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你这个月份啊，要想一些办法，要找到一些方法，让自己啊可以坚持下去，可以去完成这些事情，不要感觉非常的灰心，因为啊，你要知道前方呢是有回报的，你所有的做的事情，还有你想表达的一些讯息啊，
都会传达到，只要你找到方法，找到一个策略，让自己去做。简单来讲，就是不要这么懒啦 ，OK？ 你们要找到方法，让自己动起来去做这些事情。那第7个呢，我们就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食神，还有比肩的月份。那庚金啊，这个月份呢，跟我们这个月的能量就会比较契合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月份的主题是探索，对吧？那庚金啊，你们可以探索的一个方向就是你自己，通过你的这些自我探索，你可能啊重新去发现自己有的一些能力啊。我发现啊，很多人呢，他会把一些他日常都已经在做的事情视作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跟其他人讲，或者你让别人看到的话，别人会说哇，原来你可以这样子的，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能力或者一个才华。因为很多人呢，我们自己本身啊是看不到的，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盲点，我们会看不到原来这个是一个能力。那所以呢，庚金啊这个月份就是要可以看到自己有的一个能力，自己有的一个技能是什么，你可能要的一些答案。就是说你现在面对的挑战问题啊，那个答案呢，可能就在你自己身上。啊，你可以呢是那一个解决的人，或者呢是可以去找到解决方案的那个人啊。所以呢，多问问自己，多自我观察。那这个月份呢，将会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机会了。好，这个是庚金。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走的是伤官还有劫财的月份。那辛金啊，这月份跟庚金有点不一样，你们呢就反而会比较聒噪一点点。那因为这个月的能量啊，算是对你们来说啊比较难以掌控，比较难以克服的一个能量。而且呢，是在什么方面？是在与人沟通，或者在表达方面。因为这个伤官啊加这个劫财啊，代表的是你可能呢会时常说错话，或者呢会意气用事，所以你很容易啊去得罪人啊，或者跟别人有冲突。那在这个月份呢，辛金可以做的东西啊，就是学习。我们要学习如何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这个月份呢，可能会有很多人啊来批评你，或者来质疑你，但是呢，辛金啊都要可以保持一点的稳定 ，OK？ 你要以变应万变的一种心态，学习如何在面对这么多挑战、这么多质疑的声音、很多批评的声音的时候啊，你还是可以非常的有气度，非常的平稳去表达你个人的一些意见 ，OK？ 还有想法。对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啦，给我们的辛金。他们呢需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意见，但是呢，很多时候啊，辛金呢都会不懂得要怎么表达。所谓的不懂啊，有时候是过度的表达，就是说他表达到很容易得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不会的，就是他完全不想表达。所以呢，你要学会的是如何更好的去表达，然后可以很好的控制这个壬水这种表达的一个能量。OK， 辛金啊是一个学习的月份。好，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呢走的是比肩还有偏印的月份。那壬水啊这个月份的主题基本上就是我们视频开头的那些建议啦。因为呢，你们这个月份的方向就是要去往未知的方向探索，尽可能呢不要让自己有太多限制性的一些信念或者想法去阻挡着你找到那个你要的答案。所以呢，你要让自己自由
的去流动，自由的去发挥，自由的去接触一些新的人事物，那很有可能呢，就这样子啊，就会遇到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情啊，给你到启发，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然后你面对的问题可能就有了一个答案，这样子啦。那当然，因为这个月份的水的能量啊会比较强，那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金在这里，所以呢，对壬水来说啊，当它水过多或者有金跟水同时出现的时候啊，你的个人的情绪也会比较不稳定，因为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水啊是非常流动的东西，所以呢，情绪啊就好像水这样子。你在这个月份你遇到的一些事情，遇到的一些经历，你要多留意，不要太过的情绪化。你可以让你的情绪去流动，去发泄，去让它表现出来。但是呢，尽可能不要造成太大的伤害。OK， 所以啊，壬水啊，这个月份做一些适当的冥想、静坐。或者呢，去运动，其实都是很好，让这些情绪，让这个很流动的能量啊，去抒发掉，去流动掉的一个方法啦。好，这是壬水。那第10个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劫财还有正印的月份。那癸水啊，跟壬水呢，他们的这个月份的主题啊，都是要探索，但是呢，用的方法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刚才说啊，壬水就是要很开放性的，去很宽广的去进行探索。但是癸水呢，你要探索的方向不是扩张的，反而呢是往下的。OK， 你要更深入的去往下看，因为啊，你的答案呢可能就在那一边。那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运用在现实生活里面？那很有可能啊，就是你现在做的一个东西，你的答案不是在其他的事物，反而呢是你现在在的这个领域，在的这个公司，在的这个团体，你呢要往下看，所以你要看你的这个工作是不是有可以深化的地方。这深化就是可能去学习、去拜师，或者呢找一个专家来提升你在这个领域的一个认知。又或者如果放在一个团体里面的话，你的答案呢可能不是在其他的团体身上，反而呢是你要看你的这个组织、这个团体内部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然后呢，你们能不能啊去深化你们的关系，或者呢你们的团队精神，还有啊你们整个组织的能力 ，OK， 你们是不是有办法去提升它？所以你们适合做的东西啊就是这样子啦。所以当你这样子往内看、往下看的时候，你的竞争力就会有所提升啊。所以你们走的不是要直接跟其他人正面竞争、正面刚，而是你们通过建立起你们内在的一个竞争力，你们内在的一个能力过后，你才会有的一个竞争力啦。OK， 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壬申月你们可以用的一些策略，还有方法。去拿到壬申月最大的一个好处了。那你们的日主啊是哪一个呢？欢迎在下方啊让我知道，然后你们打算啊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来帮助自己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